听到叶晨的邀请，陈泽楷与洪武两人连忙点头，随后便跟在他和苏若离的身后上了飞机。一上飞机，叶晨便对三人说道：“你们先坐，我去里面打个电话。”这家协和式科技的机舱一共分为4个部分，除了驾驶舱以及机组人员工作区域之外，客舱从前往后分别是座椅区、办公区以及休息区。座椅区全是宽大的头等舱座椅，能坐30人，办公区有一个会议室、一间办公室，而休息区则是一个双人套房。叶晨跟3人打过招呼之后，便先行来到了后面的办公室。在办公室坐下之后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先给费可欣打了个电话。费可欣接到电话之后，恭敬地问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叶晨道：“费小姐，我一会给你发一个药材清单，你抓紧时间在纽约帮我准备一下，如果能凑齐就最好，如果凑不齐，缺哪味药，你及时告诉我，我让人从国内运过来。”没问题，费可欣连忙道：“叶先生，纽约这边有很多华人的，而且也有很多知名的中医以及药材生意也颇具规模，相信能够凑齐你所需要的东西。”叶晨问了一声，道：“那我稍后把清单发给你，辛苦你准备一下。”叶先生客气了，为您服务是可欣的荣幸。费可欣紧接着又问：“对了，叶先生，您什么时候回纽约？”叶晨道：“我的飞机马上就要起飞，2个小时之后应该就到了。”费可欣忙道：“那我到时去机场接您。”叶晨今晚不打算住到费家，因为要炼丹的缘故，再加上陈泽楷和洪武都在身边，所以他打算住到纽约的白金汉宫酒店。于是他便对费可欣说道：“费小姐不必麻烦了，我今晚去白金汉宫，你那边准备好药材，直接到白金汉宫找我吧。”费可欣虽然有些失望，但还是非常爽快地答应下来：“好的，叶先生，您把清单发给我，我尽快准备。”叶晨随后便将炼制重塑丹需要的药材清单都发给了费可欣。这其中所需要的药材虽然都非常名贵，但至少不像凤骨藤那般罕见。有了凤骨藤，其他的材料配齐应该不算太难。一旦材料配齐，到时候叶晨就能在纽约直接炼制重塑丹。届时丹成之后，可以让何英秀以及伊藤雄彦、田中浩二都飞到纽约来，一次把这几人的问题都解决掉。想到伊藤雄彦，叶晨也不禁想起伊藤菜子。自己与这个温柔如水的大和府子也有些日子没见面了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叶晨心里知道自己一直挺挂念他。若是让伊藤雄彦来美国，想必伊藤菜子肯定也会同行，届时还能与他见上一面。不过叶晨倒也没什么非分之想，只是在潜意识里希望借这个机会见见他。随后叶晨怕老婆萧初然担心马兰，又拿起手机给他打了过去。电话一通，萧初然便问道：“老公，你现在在哪呢？”叶晨道：“我飞到外地来帮妈找关系，现在正准备回纽约，妈这2天跟你联系了吗？”联系了。萧初然叹了口气道：“老公，我正想打电话跟你说这件事呢，妈就在10分钟之前刚给我打过电话，你知道她在电话里跟我说什么吗？”叶晨我已经猜到了一个大概，但还是故作好奇地问：“妈都说什么了？”萧初然无奈地说道：“妈在电话里竟然跟我说，她现在在监狱里面过得非常好，她本来想给你打电话，但是你的电话一直没打通，所以她就打电话给我，让我转告你，说她现在暂时不着急出来，所以让你也不要太快把她从里面弄出来，还说什么只要她能赶得上跟我们一起回国就行了，要实在不行的话也可以晚些天，他出狱之后自己回去，
说着，萧初然有些紧张地问道：“老公，你说我妈该不会是魔怔了吧？怎么进个监狱还进上瘾了？主动说不愿意太快出来。”叶晨讪笑两声，心中暗忖：我的傻老婆，你要知道，你妈现在是被德福特山鬼见愁，估计你就能想明白她为什么不想出来了。不过叶晨倒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安慰道：“老婆，我估计妈也是不想我们着急，所以才这么说的。”萧初然认真道：“我妈才不是那种会为别人考虑的人，她不想出来只有两种可能，一种是她被人胁迫，另一种就是她在里面过得很舒坦。”叶晨心里感叹，果然是知母莫若女，嘴上则宽慰道：“你放心，监狱里面又不是法外之地，应该不会有人胁迫她的。至于你说的第二种可能，我觉得或许就是这种情况吧。可能是在里面结交了新朋友，或者是想在里面体验体验生活，也说不定。而且我也托纽约的客户帮忙找关系了，估计也能在里面照顾她吧。”萧初然无奈地说道：“说实话，我听他当时在电话里的语气也不像是被人胁迫，他的语气怪怪的，好像很开心，但是又不想让我听出来，所以才故意有些克制。我真是搞不明白了。”叶晨笑道：“好老婆，既然搞不明白就不要想那么多，妈既然能这么跟你说，那就肯定没遇到什么麻烦，而且过得应该也不错。”萧初然叹了口气，无奈道：“我也是拿他没办法了，只是要辛苦你，还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”叶晨微笑道：“没什么辛苦的，只要妈没事就行，其他都不重要。”说着，叶晨见办公室内的安全带提示灯亮了起来，便对萧初然道：“老婆，飞机准备要起飞了，我还要连夜返回纽约，就先不跟你说了。你这几天照顾好自己，好好上课，其他的不用担心。”“好的。”萧初然嘱咐道，“那老公你也一定要注意休息，千万别累着。”两人互相嘱咐一阵之后，才意犹未尽地挂了电话。紧接着飞机推力全开，在跑道滑行一段距离之后，腾空而起，引入夜色之中。这段原本需要至少5-6个小时才能飞完的航程，协和式客机仅用了2个小时，便顺利降落在了纽约肯尼迪机场。白金汉宫酒店的车队已经在机场等待，叶晨与众人从贵宾通道办完入关手续之后，便直接乘坐白金汉宫的礼宾车队前往酒店。快到酒店的时候，费可欣打来电话，对叶晨道：“叶先生，您清单上的药材已经全备齐了，我现在给您送去酒店。”叶晨没想到费可欣的效率这么快，毕竟仅用了2个多小时，而且又是大晚上。不过叶晨也没多问，费可欣现在是费家家主，而且又是纽约坐地户，关系渠道自然是根深蒂固。于是叶晨便道：“那咱们就在酒店见面吧。”